心灵暖流，人际关系达人，学会不委屈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就像一场舞蹈，充满了节奏和和谐，却也难免会有踩到对方的脚的时候。而要在这场舞中保持平衡，既不委屈自己，又能保持和谐，其实并不是一个难事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探索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，做到不委屈，能做自己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1. 尊重自己是尊重对方的基础。人际关系中，尊重自己是建立良好互动的首要步骤。我们往往被社会期望和他人意见所左右，而忽略了自己的价值和需要。但只有在充分尊重自己的前提下，我们才能够建立真正平等和健康的关系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总是按照别人的期望行事，过度妥协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，你终究会感到失落和空虚。相反，当你保持对自己的尊重，你会更有信心，更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并且不会因他人的评价而动摇。尊重自己，同时也是尊重对方的基础。如果我们无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，他人也难以真正了解我们。在互动中，我们可以平等地分享自己的看法，而不是只是尽量讨好对方。这样的互动方式能够建立更深厚的连结，因为彼此都能真实地展示自己的内心。最初的尊重，应该是尊重自己这句话道出了尊重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。只有当我们对自己充满尊重，我们才能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人。尊重是一种相互的行为，它能够让我们在关系中建立起坦诚和持久的连结。所以，当你在人际关系中感到困惑时，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是否正在尊重自己？我是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？保持尊重自己的态度，能够让你在人际互动中更加自信和坚定。无论你处于何种情境，都请记住尊重自己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建立起真正平等、健康的人际关系。2. 沟通是关键，但方式很重要。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中，沟通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然而，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沟通风格和需求，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适应不同的情况和对方，以确保沟通的顺利进行。首先，要明白沟通并不仅仅是说话，它还包括聆听和理解。太多时候，我们在交谈中只是等待轮到我们说话，而不是真正倾听对方的意见。这种单向的沟通方式容易导致误解和冲突。因此，当与他人交谈时，要努力聆听对方的观点，理解他们的感受，这将有助于建立更好的互动。其次，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因为情绪或压力而用攻击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，这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抵抗。相反，使用温和的语气和尊重的态度，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和关心。同时，避免使用指责和责备的言辞，而是专注于表达你的感受和需求。例如，你可以说，我感到困扰的是，而不是你总是。另外，考虑到对方的接受能力和情感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地点来进行沟通，以确保对方能够全神贯注地聆听。如果对方处于情绪不稳定的状态，你可能需要稍等一下，
等到他们情绪平稳下来再进行沟通，这样能够避免冲突的升级。总之，沟通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，但我们不能只是凭借说话来达到有效的沟通，还需要学会聆听，理解对方的观点，并适应不同的沟通方式，使用尊重的语气、适时的时机和关心的态度，能够让沟通更加顺利和建设性。沟通是成功的一半，只有通过良好的沟通，我们才能在人际关系中实现和谐与共识。3. 设定界限，保护自己的空间。在追求健康人际关系的过程中，设定清晰的界限是必不可少的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变得冷漠或拒绝与他人互动，而是要保护自己的情感和精力，确保我们在关系中得到平衡和幸福。设定界限首先意味着学会说不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拒绝他人而答应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情，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委屈和疲惫。学会对不合适的要求说不，是尊重自己的表现，也能让对方更好地了解你的底线。此外，设定界限还包括保护自己的个人空间和时间。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忽略了自己的需求，而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满足他人的期望。然而，这可能会使我们感到疲惫不堪，失去对生活的热情。因此，要学会保留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去做一些能够恢复能量的事情，比如阅读、运动、沉思等。但同时，设定界限并不是要与他人保持距离，而是在关系中建立良好的平衡，与他人分享你的感受和需求，让他们理解你的想法，这有助于建立更加深入的连结。例如，你可以说，我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来充电。希望你能理解，设定界限是维护自己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。它不仅能够保护你免受不必要的压力和情感消耗，还能够让你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和幸福。为自己设定界限是一种智慧的表现，只有学会设定界限，我们才能在人际关系中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。4. 以善意看待他人，拥抱多元性格。在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中，以善意的态度看待他人是至关重要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生活背景，我们应该学会尊重这些差异，并且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贡献。我们经常陷入将他人与自己进行比较的陷阱中，从而产生嫉妒、焦虑和不安。然而，这种比较只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得负面，并阻碍我们与他人建立深入的联系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够以善意和包容的态度看待他人，就能够放下对比较的扭曲观念，从而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感。拥抱多元性格意味着我们要接纳不同的人格特点。有些人可能外向开朗，善于社交，而另一些人可能内向沉静，更喜欢独处。有些人可能情绪起伏剧烈，而另一些人可能稳重克制。这些差异并不是对错，而是人性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能够尊重并拥抱这些多元性格，就能够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。例如，你可能在工作中遇到一位同事，他在会议上总是提出不同寻常的意见，而你可能习惯于保持较为保守的态度。以善意的心态看待这位同事，你可以学习从他的不同角度来看待问题，这有助于拓宽你的思维，并促进共同的成长。每个人都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故事和价值观。只有以开放和善意的心态去阅读这些书，
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人，建立起深厚的关系。所以，让我们用善意的目光去看待他人，拥抱多元性格，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际世界。处理好人际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努力学习和改进的重要领域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经常需要与不同性格、价值观和背景的人互动，因此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变得更加重要。无论是尊重自己还是他人，善意看待他人还是拥抱多元性格，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建立更健康、更积极的人际关系的重要基石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立场或价值观，而是要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，与他人建立更加和谐的联系。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开始，比如在沟通中更加尊重他人的意见，设定个人界限，保护自己的空间，以及以善意的心态看待不同的性格。这些小改变将逐渐积累成更加积极的人际互动模式。鼓励大家一同学习，不断探索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，从而创造更加美好、和谐的社会环境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成为更好的自己，建立更丰富的人际网络，共同创造出一个更加温暖、理解和支持的世界。谢谢你们的陪伴和支持，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